嗨，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一些八卦的问题。贾玲贾女士减重100斤，在1年内，毫无疑问，这个消息在国内娱乐新闻而言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和非常多的讨论，对于电影的宣传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贾女士本人是怎么描述的。这部电影我拍了整整1年，春夏秋冬一共4季，开机了5次。我也成功减了100斤，并且练成了拳击手的样子。他的惊人的意志力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或者还有很多甚至就是出现路转粉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反面的讨论，就是说100斤在1年之内减掉，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且体型上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肥胖的遗留的那种痕迹。也有人说是因为用了药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讨论正面反面的，对于电影的团队制作而言，商业的目的是达到了，所以什么讨论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很多人对于减重的这个过程很有兴趣，但是真正的减重的难点还不在于意志力。就只要让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如果是他自己想要去完成的话，他或多或少的都会调动出惊人的意志力，何况是在就是这么一个比较大的商业行为的，有很多利益的牵扯。因为这个行为它已经牵扯的不是说个人了，还有很多的利益方。这个时候对于意志力的这种调动，其实相对来说怎么讲呢，就是它难，但是呢也能做到，咬咬牙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减掉这么多的重量，对普通人而言，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不太值得效仿的。因为像意志力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减肥这方面，虽然大家都知道减肥，很多人的认知，这是很多人的认知而已，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是减肥成功了的，出来说赞扬他的这个意志力的人呢，只是觉得他在这个方面失败了。那失败的人他也有很多种情况啊，这个重啊自己其实是减不减没有那么重要的，他不像这种情况有非常多的利益牵扯。一旦有非常多的利益牵扯，自己要背上这个责任之后，那么就是因为它只是1年的这个时间，咬咬牙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的，不管用什么方法。因为减肥根本就是有一个热量的缺口，消耗大于了摄取，对吧？我们现在暂且不管贾女士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是贾女士在这1年的时间内，各种各样的方法，总之就是持续性的缺口，然后自然就会有一个减重的这么一个结果。原理是热量缺口，展开到方法论来说呢，就是人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具体到这个人他怎么去执行，怎么去操作，那个就是因人而异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关注的点到底是不是在意志力，还是说这个所谓的自律上面？因为自律、意志力仅仅是对自己行为认知进行了规则限定，就跟和尚一样是有戒律的。这个不是身心的自然行为，也不是觉醒和自知，仅仅是规定而已，人为的自我限定。但是习惯才是最舒服的状态，而自律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违背了习惯的勉强。减重每个人的动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我们今天不考虑这个动机的问题，我们只考虑就是当你已经决定想要来对自己的体重做一些调整，如何调整和怎么维持，就是减下来之后维持的这2个阶段，我们看一下真正的难点到底是在哪里。减重在这个环节当中相对来说是非常简单的过程，我们只需要知道它的原理，也就是制造热量缺口。有了这个缺口，掉体重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怎么长起来的就怎么下去，一样的道理。具体到每个人的操作的时候，又会发生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况很常见的就是管不住嘴，还是想要吃东西。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难的不是就是在减重的这个过程难的不是减重，而是
当我自己又想要摄取更多，就是这种控制不住的食欲的问题，难的是这里，好吧？我们要把这个难度具体化，也就是说，当我出现了又想吃东西的想法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这个才是难点。好，那么当我们有了这种持续性的热量缺口啊，当然一定是在自己的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就是呢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就是人永远都不可能说更瘦啊，那个体脂更低更好看。不要过分的去追求图片上的那种形状，喜欢拿网上面的这种图片自己对照来减啊，那种状态怎么讲呢？它有很多的影响因素。首先，我们人的身体一天之内这个水分的比重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波动，体重在一天之内都会有波动，对吧？那当我要拍一些照片的时候，首先灯光，还有角度，还有修图。这个时候，当你把这每一个因素全部都考虑全的时候，哪怕你不练啊，稍微这么修一下、润一下，基本上，就是有一个不错的身材的照片发出来都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正常的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减的其实不是体重，整体而言调整的是我们整个的身心结构、生活习惯。不是要一个固定的数字，这个值它只是一个参考，不是全部。我们不可能照着一个静态的数值来去调整自己的生活，而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身心状态，然后这个值啊稍微有一点起伏，有一点波动，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段时间感觉胖了一些呢，那么就稍微少吃一点点，那么这个结果就很快体重就又下来了。或者尝试一下什么间歇性的断食啊，这种都是可以稍微尝试一下的。像贾女士的这个情况已经减下来，尤其是在1年当中减重100斤，就是这么大比重的一个调整，对于一个人体而言啊，这么大比重的变化，反不反弹不知道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反弹的这个结果，也就是摄取大于消耗，一天一天不断累积，它就又会反弹。当然这个反弹呢，它不是说我今天超出了这么多，我今天吃多了或者明天吃多了，2天3天它就马上给我100斤弹回来，不会这么快，对吧？它是慢慢逐渐然后突然变化的。所以减和增它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有一个差值，但是呢这个差值的这个反馈，就是给人的这个反馈，它的及时性不是那么快。也就是说，我今天稍微多吃一点，或者我这个星期长了几斤，对于这么100斤而言的话，它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对吧？它的这个比重是非常低的，它的反馈的这个路径非常长。我们要着眼的是整个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是在反弹过程当中真正的难点到底是在哪里？是在用力的去维持吗？我画了2个小人，当我们减下来之后，我们说的是这个，我们已经在过去非常多年的这个生活经历当中不断累积的是这个身体的数据。比如说我胖的时候，饱满的时候，我的胳膊是放在这儿的，但是我在短时间内减下来之后，我的胳膊就到这儿了，就是会有一个这么非常细微，但是自己却能感受到的这种变化。就是打个比方，只是这一类的数据，还有就是我过去坐的椅子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现在坐同样一把椅子，我就感觉到空间很大很宽敞，这些都是身体的这种数据的反馈，对吧？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反弹，是因为我们的体重是减下来了，但是我们心理的习惯和我们这个身心的数据啊，它还是用的以前的这套模式。也就是说，惯性没变，体重是减下来了，惯性没变，那么就反弹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不断的有一个热量的堆砌。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旧的数据库给它消除，不断的就是用现在我减下来的这个状态，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身心状态来生活的话，那反弹就不会出现，明白吧？所以减也好，反弹也好，原理就是一个差值。
但是怎么去做呢？真正要克服的，除了去做，做已经是很后端的事情。我们要从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念头一冒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一些不对。比如说我今天真的就是或者持续性的很多天都想吃很多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就是要稍微调整一下，不要被这个想吃牵走了，已经超出了身体补给的这种想吃啊。对于人体而言，它就是一种负担。为什么食欲那么难？就是因为吃了之后，它的反馈路径太长了。对于就是会长胖的人而言，不是说今天吃了一顿，明天就会胖10斤、胖20斤，不会这样子。所以啊，它就是一次次的这么不注意的之后，它就会叠加起来，就是这样子的。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减肥，但是却不是专门减肥的一个非常轻松的方法就是静坐，放松静坐的练习。静坐不一定都会减肥，可是能解决一些非身体特殊的其他情况，比如暴饮暴食、情绪失控、心理空虚、生活不规律等导致的肥胖。也就是我们从根源上身心静下来之后，身体自然的就会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人静下来了，身心就会自然的恢复协调。这个不是说我要去引导自己减肥要怎么样。人开始静下来，慢慢到了一个阶段，就会体验到精气神饱满。然后呢，精气神饱满了，自然就没有那么思食了，就是没有那么多想要去，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就是身体吃饱了，差不多就行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推荐过，但是呢，这个是唯一没有后遗症，而且不用特别担心反弹的这个问题的减肥的一种方式吧。问题从来都不会单独出现，它都是一系列的问题。有的人如果说是因为情绪的问题而导致的肥胖，或者生活不规律导致的肥胖，它还会有一系列其他并发症的问题，比如说还有失眠、睡眠不好的问题，它都是一系列的全线给你，这边冒一点，这边冒一点。我们要解决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回到人的整体来。人静下来，身体放松了，什么都好说。再见。